更好的医疗服务尽在百康仁德，欢迎收看由百康仁德医生集团赞助播出的《健康进行时》。百康仁德是纽约市最大的综合性华人医生集团，为您提供优质亲切的医疗服务，更致力于帮助大家做好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的管理。二型糖尿病呢，是华人社区最高发的慢性病之一。我们常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往往比糖尿病本身更为危险和致命。那么，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呢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康仁德的家庭科医生陈海红，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。陈医生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那请陈医生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究竟有哪一些呢？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，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更容易致害和致死。那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小的病例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一个36岁的西班牙裔的病人，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，经常呢就太忙了，也没有吃药啊。更加不用说水疹了哈。然后大概两年之后呢，就开始出现，我发现他就出现肾脏的并发症，肾功能衰退，他就有一个小中风。小中风住院之后呢，在医院发现他的心肌有部分的缺血，出院之后呢，又发生了右眼的视网膜出血，然后呢。去年开始就一直都是出现大中风啊，心肌梗塞啊，还有呢就是肾功能一直下降得很厉害啊。到去年12月开始就正式开始了血透，就是每个星期有3次去血透。每次去血，因为他两边眼睛都已经出血，视网膜出血都瞎了，所以每次去血透都是他60几岁的妈妈载他去的。所以您刚才已经提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，包括像肾病啊，或者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。那可以了解到心血管疾病那是很可能致命的，然后肾脏如果做到血透这个阶段的话，也是对于病人的整个的生活质量也是非常有影响的，是吗？对，对。心血管的并发症是糖尿病重症和致死的最重要的原因。好，那好像刚才那个病人，他就是有中风啦，有心肌梗塞啦，这些都是心血管的并发症。还有呢，第二个比较大的并发症就是肾病。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微小蛋白出现在小便当中，然后就是正常的蛋白在尿中，然后肾功能就开始减退。那这个时候如果还像我原来那个病人那样比较掉以轻心，不觉得是一回事，那肾功能就越来越差，那就是要血透啊什么的哈。还有一个很危急的并发症就是低血糖。低血糖，因为很多病人他就那观念上呢，就是说我少吃，我尽量少吃，我最多吃2餐其实这样不好，这样你的血糖就一下子冲得很高，一下子很低的很低，然后呢很容易引起低血糖。低血糖可以立即致命的，如果你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在旁边的话，你晕过去了可能就晕过去了。对。还有2个比较重要的糖尿病并发症再讲一下，就是说有视网膜的出血，眼底出血，我们平常所说的眼底出血，它出血之后一只出血，然后很快就是第2只也出血了，出了几次之后就完全瞎了，做了很多次手术，就现在是看不见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神经的改变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？糖尿病的病人有些时候说，麻木了，我不感觉到有痛哈，我好像感觉有蚂蚁在爬那有些人就说，没有痛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其实不是，痛觉是我们一个保护的机制。如果你没有痛觉了，危险来到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。就好像我们摸到烫的东西，马上就会抽回手。但是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，他可能就不会一下子感觉到这种痛感。对呀，你踩到钉，我们会缩脚，对，他就不会缩脚，任由那个钉进去，然后呢就引起伤口，引起溃疡、截肢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糖尿病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沉默的杀手，因为它糖尿病的时候，刚才说到会引起神经的改变、神经的损害，所以神经是感觉到痛的地方嘛，哈，你痛你就感觉不到，你身体有什么改变你也感觉不到，所以它就很容易，就说你已经有缺血了，已经有心肌梗塞，已经有胸口痛了，你都感觉不到，然后你就耽误了，所以就叫做沉默的杀手。所以我们一般的病人在感到心梗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胸痛啊、胸闷啊，那大家就会马上警觉了，是吧？但是那如果糖尿病病人，他可能反而就错失了这种急救的机会了。对，可能有一些时候啊，它不一定到心梗就很痛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胸闷，有点闷闷的，我们就很警惕，我心脏是不是有点问题了？我血管是不是有点问题了？我们就会去检查，我们就去看医生。因为糖尿病病人他就感觉不到这种变化，他就觉得没事，所以就忽略了。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，真的是喘不过气了，真的是出现问题晕倒了才打911，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容易被忽略的。那您刚才已经聊了这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，那我们怎么去在早期做一个预防呢？比如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，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血糖在比较稳定哈，还有呢胆固醇啊，还有呢如果你真的已经有糖尿病了，那每年的眼底检查也是很重要的，还有神经方面的检查，其实也没那么复杂，好像我手上这个这个呢就是神经检查的一个小东西来的，就是我们在脚那里就做一个这样轻轻的触摸，然后呢你就会，如果是正常的神经，你会感觉到一些的痛感啊，或者一些的触觉啊。那糖尿病如果到了那个神经改变的时候，它可能就没有这个痛感了，可能没有这种触觉了，所以这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心血管的并发症是最重要的并发症，所以我们在心血管方面要特别的注意，除了血压、胆固醇那个动脉，比如说下肢的动脉，那个动脉压，下肢的动脉压和上肢相对比来说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你的血管是不是上下肢都有一点改变啊，左右有一点改变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提示。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肾病方面的并发症，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检测呢？肾病刚才我也简单提过刚开始的时候，凡是糖尿病病人，我们都会做一个尿检，在尿里面检查它有没有微小蛋白的出现，如果有出现了，我们就要密切观察，因为开始肾脏损害刚开始的就是微小蛋白的在小便中出现，然后呢慢慢的发展就是正常大小的蛋白出现，然后才在血中就发现它的肾功能损害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到了如果发现你的小便当中有微小蛋白了，甚至你的小便当中有一般的蛋白了，我们就要很注意，还是就是说药物方面啊、饮食方面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。那除了这个药物的管理方面的话，我们怎么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做到预防和控制呢？所以糖尿病的饮食呢，我们是秉承少吃多餐，就是要把那血糖那个数字控制到比较稳定的那个水平，不要像坐过山车一下子很高，一下子很低，那样就不是很好。还有每次病人来诊所医生都要他量体重啊，或者不是每次，但起码不定期的我们都会检查的体重的增加了，它其实对糖尿病的那个变坏那个控制呢是起到很大的反作用的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代谢综合征？它就是你那个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你的体重比较大体重比较大，所以影响到你的血脂啊、你的血糖啊、血压啊都会受到影响。
那你可想而知，如果你体重是超重、肥胖，甚至是比较厉害的肥胖的时候，你对糖尿病的那个控制就不会那么容易了。就是有些糖尿病人，因为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哈，有些病人呢就是已经很配合了，饮食也很节制了，但是呢血糖呢好像都是控制的没那么理想哈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就是说吃东西这个又不许吃，那个又不许喝的哈，跟朋友出去也是挑这个挑那个的哈，就慢慢的情绪上面也会有改变，比如说忧郁症啊，比如说饮食行为的紊乱啊，这些我们都要注意的。所以如果家人，你发现你的家人有这方面的情绪的紊乱啊，或者饮食方面的紊乱，真的要引起注意，要跟医生讲我们要在这方面也帮助病人。好的，谢谢陈医生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大家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欢迎您致电718-886-5068，718-886-5068进行咨询。百康仁德医生集团在纽约布鲁克林、曼哈顿、皇后区、史丹顿岛和长岛的纳苏郡共有超过100家诊所，为您提供内科、家庭科以及将近20种专科服务。我们的医疗质量评分在纽约市名列前茅。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网站来详细了解百康仁德的医生信息。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百康仁德的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的健康资讯。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